来到 Ariel 的学新时间。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？为什么有些人对友情超级的投入，而另一群人却总是保持一段距离呢？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人际上关系的困扰，或是与朋友之间明明很亲密，却又常常不太理解对方的情感需求？这些疑惑都可以从依附理论来找到答案的哟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吧，那就是柏拉图式友谊，还有它是怎么跟我们的依附理论连接在一起的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对朋友的依赖也跟我们的情感需求息息相关。今天就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有趣的心理话题吧。在现代的社会中，朋友和社交关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即便是最亲密的朋友，当某一些事情发生时候，也会出现误解或者是疏远呢？其实这些问题都很有可能跟我们的情感依附模式有关的哟。我曾经也有一位很好的朋友，但突然有一天，他开始跟我保持距离，甚至在我需要他的时候呢，他好像总是推开我。那时候我觉得很困惑，为什么他变得那么的冷淡？但后来我开始学习依附理论，才明白他其实是在处理自己的情感需求，而我并不懂他的情感模式。这样的经历让我意识到，理解依附理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，也能让我们在朋友的关系中处理得更好哟。作为一位心理学方面自学多年的内容创作者，我在这一段时间不仅学习到了很多关于人际关系的知识，也希望能将这些知识分享给大家，帮助你们每一位在生活中建立更健康、更稳固的友情哦。今天的影片，我将带你深入了解依附理论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友谊关系，并且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，帮助你在友谊中更有意识地建立健康的互动模式。这些心理学的小技巧不只适用于在爱情关系，也同样能让我们的友情更加牢固的哟。那到底什么是依附理论呢？它是由心理学家 John Bowlby 提出，最初是用来研究婴儿和主要照顾者之间的情感连接。后来心理学家发现，这些早期的依附模式其实会影响我们成年后的亲密关系，包括友谊。依附理论将我们的情感模式分为4种类型。第一个类型就是安全型，容易的相信他人，能自在的表达感受和需求。第二个是焦虑型，总是担心被忽略，害怕被拒绝。第三就是逃避型，倾向保持距离，避免有过于亲密的关系。接下来是对亲密关系感到矛盾，既渴望又害怕靠近他人。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吗？可以在心里回想一下，当朋友没有回应你的讯息时候，你的感受到底是如何呢？是焦虑呢？冷漠呢？还是能够坦然的面对呢？这可能是一个答案的一部分。接下来我们讨论依附风格如何影响我们的友谊，让我们看看这4种依附风格分别如何在友谊中展现。安全型的人在关系中充满自信，不会因为小事而轻易怀疑对方。他们擅长倾听，能给朋友带来安心感。和这类型的人相处，你会觉得非常的轻松又愉快的哟。焦虑型人通常会害怕失去关系，他们可能会频繁的发讯息给朋友，寻求回应。如果朋友没有及时回应，他们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。我来举个例子，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因为一条讯息没有回复，就开始不停向我道歉，甚至担心我们是不是不再像以前那么好了。
其实这就是焦虑型依附的表现哦。逃避型的人习惯在关系中保持距离，他们对亲密感到不安，往往选择把情感隐藏起来，甚至可能会避免深入的对话。混乱型的人在友谊中常常表现得捉摸不定，他们可能一方面想靠近朋友，一方面又想因为内心的恐惧而疏远对方，让朋友感到非常的困惑。那我们要如何去改善我们的友谊呢？无论你是哪一种依附风格，都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去改善的哟。第一，如果你是焦虑型的话，可以学习独立，减少对朋友过度依赖，接受朋友可能有不同的社交节奏，不需要每时每刻都联系的，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成长上，比如学习新的技能，或者是参加活动都可以哦。第二，如果你是逃避型的话，可以练习表达感受，可以从简单的感谢开始，比如说谢谢你今天陪我，真的让我的心情好多了。你也可以试着主动关心你的朋友，哪怕只是发一条简单的简讯哦。如果你是混乱型的，你可以建立清晰的界限，学会和朋友坦诚讨论你的需求。如果觉得难以处理的话，可以考虑寻求心理咨询，帮助自己理清内心的矛盾哦。除了改善自己的依附风格，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让友谊更加的稳固。第一，我们可以学会倾听。当你的朋友向你倾诉的时候，耐心的听他们说，而不是着急的给建议哦。你也可以在每一周找一个时间聚一聚，或者是发讯息问一下他们的近况，也可以是创造共同的回忆，比如说参加活动、旅行，或者是一起完成一个目标，这些都能让友谊更加深厚。最后就是表达感激，不需要很隆重，哪怕只是一句我很珍惜我们的友谊，这样的话都会让人很感动的哟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依附理论，也希望你能够运用这些知识来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。无论你是处于焦虑型、逃避型还是安全型的依附状态，了解自己和他人的需求，并且学习有适当的调整，将有助于你建立更健康、更稳定的友谊哦。最后，我想问你，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可以改善你的友谊？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，我会用心的回复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并且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哦。心理健康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，友谊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让我们一起关注自己的情感需求，并且保持心理健康，让每一段关系都能够成长且稳固哦。我是 Ariel， 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